好，开大增伤，爱的魔力转圈圈，呜呼，好可爱哦，蜘蛛。好的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黄。这个托帕呢不是我的，是油管水友李母鹿的账号，我借他的账号来做这一个配对测试。因为呢，它有这个银狼跟福玄，可以凑双火双量子，也有克拉拉，我可以做这个克拉拉的对比跟双火双量子的对比给大家看一看。好，托帕呢已经升到80级了，光追是用这一个星海巡航，行迹呢已经点到988。然后外面的暴击率都点完了，然后3个重要的天赋呢都点了。好的，仪器方面呢，内圈带的是塞尔索图，外圈带的是快枪手。然后关于鞋子呢，我有准备攻击鞋子跟速度鞋子，然后绳子呢，我有准备攻击绳子跟充能绳子。我呢都用它去打了混沌回忆，然后都有不同的结果。我过后会放给大家看所有的面板跟打了多少回合。我自己测试下来呢，其实是没有相差非常多的，最主要你要看最后你的双爆哪一个高。我自己最后双爆呢是攻击绳子跟攻击鞋会比较高，所以最后我选了攻击绳跟攻击鞋子，给大家知道我的原因。因为这两个呢，我的暴击爆伤是比较高的，出货是比较好的。当然啦，这个配装呢，最主要还是要看环境啊。现在的环境没有影响，以后的环境不确定，所以大家有就准备下来，以后可能可以换。好，星魂上面呢，相对的平民是0命。关于光追上面呢，大家有专武就用专武吧。我们这边是用星海巡航，因为没有抽专武。然后如果星海巡航没有换的朋友呢，可以考虑用这个论剑，也是非常不错的。这边我们不浪费资源，因为星海巡航已经升上去了，我们直接用这个。关于光追上面呢，星海巡航跟这个论剑呢，我其实网上有看到数据，就是当你这个论剑达到金5的时候呢，伤害是高过这个星海巡航的。但是我觉得各位还是要看一看自己的面板，如果各位的暴击率是非常低的话呢，我还是建议带星海巡航，因为这边有给暴击率，而且敌人的血量少过50又会再给一个16，所以这边是给很多暴击率的。但是你暴击率非常够的情况下呢，确实带论剑可能会比较好，因为我网上看到数据是论剑的伤害比较高。关于托帕的技能加点呢，我这边推荐先点战绩，然后再对点大招跟天赋。关于托帕呢，要主点战绩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它的这个战绩呢，会给敌方添加一个负债证明的 debuff。当有这个 debuff 的时候呢，追加攻击的伤害是会提高的。这个 debuff 强的地方就是呢，它是不吃效果命中的，你能够直接100%挂到敌人身上。而且呢，当场上没有敌人有这个 buff 的时候呢，它会随机选一个人挂上来，所以也就是当你战斗开始之后，或者是战斗这一波结束了，下一波敌人出来的时候呢，它会自动选一个人挂上这一个 debuff 的。这个负债证明的状态呢，其实跟这个天赋呢是有关系的。因为呢，托帕的这个天赋呢，在战斗开始的时候呢，它会召唤一只猪，而这个猪的速度呢是只有80，是非常慢的。我们要帮这个天赋的猪拉条呢，是需要达到2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就是触发追加攻击，第二个条件就是要打到有负债证明状态的敌人。所以当克拉拉反击的时候呢，最好就是能够打到那一个有负债证明状态的敌人，才能够帮猪拉条，意思就是这样。同时呢，战技也视为追加攻击，当你释放战技的时候呢，也能够帮天赋的猪拉条。然后到大招呢，非常简单，就是提高你追加攻击的倍率，还有暴击伤害。好，讲完主要技能呢，我们来讲额外能力。第一个额外能力呢，就是当你打普攻的时候呢，视为追加攻击。好，到第二个天赋呢，也就是托帕跟藏藏呢，对于有火弱点的敌人呢，伤害提高。好的，最后一个额外能力呢，也就是提高你的充能效率。因为当托帕开大的时候呢，有2层的 debuff， 一层呢你能够回10点能量，所以有2层你可以回20点。那关于托帕的秘技呢，这个自动找宝箱还有找普满的这个能力呢，是不需要开秘技点，它就会自动去找了的。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，你不用特地耗费你的秘技点。不过有一说一，这个猪真的好可爱啊，超出了我的预算的可爱啊。然后在混沌回忆里呢，你开秘技呢，最主要是回能量。这边可以看到，你差不多只要开了这个秘技呢，其实你第一回合是一定可以开到大招了的。还有，他在大世界时候开秘技呢，能够得到信用点，当然是每天有限啦。然后这一个模拟宇宙呢，可以获得这一个碎片，还有时候可以获得奇物。哇，真的是给好多东西啊，这个秘技。好的，这边先说明一下，这个号主呢，原本混沌9是还没有打满的，过后呢，把布洛尼亚换出去，带上托帕过后呢，就打满了。
在还没有抽到托帕的时候呢，是在22回合结束的。然后警员那边的队伍呢，大概会用7到8个回合，所以最后会在14到15结束，所以拿不满星。然后托帕这边的成绩呢，是可以在25回合结束，所以我是留够了时间给我的警员的，最后是成功拿满了。因为这个号主抽的主 C 不多，所以托帕对他来说是蛮大的帮助。然后没有拿混沌石来做测试呢，是因为直播的时候呢，我已经把它打满了混沌石。欠一点呢，1把先呢。哇，给你赢了啊！给你赢了啊！好的，接下来我会做攻击鞋子、速度鞋子、充能绳子、攻击绳子，不同的配装，看他们多少回合打完，在异样的队伍情况下。好，第一个选手是攻击鞋子跟攻击绳子，最后是在25回合结束。然后到速度鞋子跟攻击绳子也是25回合。好，然后到这个攻击鞋子跟充能绳子，也是一样25回合。不要怀疑你的眼睛。然后到最后一位选手，速度鞋跟充能绳子，也是一样25回合。我测了个寂寞，原来都是差不多的。然后做个总结吧，这边就是我所有的面板。最后我圈起来这个攻击鞋跟攻击绳子呢，是因为这个面板是最好的。反正呢，他们每一个的回合数都是差不多的，都是在25。为什么不要带最好的面板？数字大一些不快乐吗？我最后是这样子带了，因为它的这个追加攻击呢是多段的，所以你暴击率高一些呢，就可以稳定一些。而且呢，我这一个呢是还没有带上艾斯达的。如果大家有带艾斯达的话呢，我觉得攻击力的收益会比较高，因为已经被稀释了速度鞋。然后我考虑到呢，可能有些人和我一样，没有警员，没有克拉拉，没有这些触发追加攻击的角色。我这边呢推荐给大家就是这个双量子双火的队伍可以玩，也是不错的。因为他最后的成绩呢也是一样，在25回合，你没有看错，我用回同一个号主的账号去打，然后只是换双火双量子，还是在25回合，所以没有太大的分别。但是你要看你自己能不能够让出来银狼、艾斯达还有福轩这个角色。如果你让不出来，这样你这个队伍也是抽不出来的。所以先要看看你自己的背包有什么角色可以抽。好了，别人的账号说完了啦，来说回小黄自己的账号吧。我自己账号呢也是有抽托帕的，我的情况比较不一样，我这边没有警员，也没有克拉拉，所以是组不到这个追加攻击队伍的。我这边呢已经有龙丹、净流、卡夫卡还有希尔，所以是非常卷的。我这边的主席，如果你要我对比呢，我是觉得托帕这边的队伍呢造价有一点浪费掉银狼还有福轩，因为银狼跟福轩呢给到净流或者是给到希尔，伤害呢跟速度呢回合数呢都用的比较少，伤害也打得比较高。我个人认为现在托帕在我的账号里呢的处境比较尴尬，因为我没有真正的追加攻击角色，而且他的仪器好像是下个版本会来，所以我觉得我是在赌个未来吧，我抽他回来。毕竟他其实不算是一个主 C， 我觉得他比较算是一个辅 C， 因为他追加伤害那个是100%直接上啊，还蛮强的。如果以后要打这个追加攻击的话，我是觉得托帕是一个蛮重要的拐吧。好，就是我对他的总结吧。如果你要我说在我的账号里，但对于那些有克拉拉的朋友呢，好像里姆路的账号那样，他有克拉拉的话，其实是蛮推荐的。因为你放个克拉拉、托帕，然后罗刹如果没有人抢的情况下，然后在以后还有一个新的辅 C 辅助这一个追加攻击的话，这样子其实这个队伍是很不错的那个 DPS。如果这样去对比下来的话，因为前提是他不抢队友啊，他不要抢到银狼跟福轩，因为银狼跟福轩太卷了，很多人想要利用到他们。只要你能够另外一个队伍不抢这两个角色，其实是蛮好抽的。就像为什么我说卡夫卡很好用，因为他不会抢银狼跟福轩。而且有一说一啦，托帕这个设计还真的好漂亮啊，尤其是他腿上那一个点，真的是画龙点睛啊！而且在大世界的时候，你们看。这个猪猪还会跟着你的，我觉得这个可爱点就已经很加分了啦。
好的，各位，托帕的影片就到这边了。如果我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就多关注一下我这个频道吧。再见，各位，拜拜。